嗨，我是君宁。下面这6个写字方法是我练字这10年来归纳出来的有效策略。这些技巧快速地提升我的写字能力，让我从一个讨厌写字的写字小白，重新爱上写字，然后华丽转身，成长进步到可以在频道中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字。这几个技巧都很重要，尤其最后3个更是简单高效。这集影片通通分享给你。第一个方法是字不要写满格，如果把字装满了整个格子，那么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拥挤。我们要记住，字在格子里也需要呼吸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要在周围留下一些空间。像画面上示范的有效策略4个字，在格子的外框处都有留下一些空间，只要这些留白一出来，字看起来就会立刻舒服很多。刚开始书写时，你可以这么练习：先拿一支笔，框出7、8分满的位置，接着我们把起笔的位置就抓在这个框之内，从这边起笔。接着把所有的笔画书写在这个框之中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字体局限在7、8分满的大小了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那么建议你在格子中多画几次7、8分满格线的位置，很快的你会发现自己也能够大致抓到那样子的空间感了。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君令分享的内容有帮助到你，那么请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，替影片按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君令会由衷的感谢你。接着要跟你分享第2个写字技巧，这个写字技巧可以帮助你在书写字体的时候，让写出来的字体在视觉上看起来大小更加一致。这个写字方法就是把笔画少的字写小。字体忽大忽小是很多人书写上面的困扰。你知道想要字体看起来一样大，其实背后的运作逻辑是要把笔画少的字写小吗？这是书写上很有趣的观念，跟我们直觉的感受刚刚好相反。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的字，你会更明白我所要传达的观念。先看上方的知道这2个字，左边的知在书写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刻意写小一点，右边的道维持原来的状态，左边的知写小些，搭上右边正常大小的状态，上面知道这个词看起来就挺协调的。下面的知道这个词，我在书写左侧知的时候，没有刻意去缩它的大小。把知跟道用同样大的大小书写时，知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就会比道来得大。如果这4个字还不足以让你明白我所要传达的概念，那么我来写一下口这个字给你看。口这个字笔画够少吧？所以书写时我就把它的大小略缩，像这样，把书写的大小刻意的缩减。你看这3个字在书写的效果上看起来是不是还挺和谐的？那么接下来这个口我就不缩减它的大小咯，我用跟左侧的道一样大的比例来书写。在一样大的比例来书写的状态下，你看看这个口会有多么的惊人。现在你应该更加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吧？笔画越少，那么字体要缩得越小。掌握这个原则，才能让字与字之间和谐的互相配合哦。第3个写字方法是，每一个字都要有主笔。有这个字，主笔是横画；撤这个字，主笔是撇捺；略这个字，主笔是拉长的捺画；到这个字，主笔是错步。主笔的存在可以让字体有一个聚焦的点，让字体的书写姿态更加优美。同样的3个字，少了主笔，你看看在书写上效果有什么不同？是不是差很多呢？我们只需要把笔画中的其中一笔做延伸，
像这样把它拉长书写，把笔画往外拉，让笔画的长度加以延长，那么就出现主笔的效果了。稍微延伸一下，稍微伸展一下，是不是字体就有了更优美的姿态了呢？我们简单的示范一下“亲”这个字拉主笔的过程给大家看。首先，我们找到各自中间的纵线，接着在纵线上方这个位置下一笔的横画。这笔横画是一笔短横画，接着我们再书写第二笔的横画。这一笔的横画比上方横画稍微短一点点。接下来我们要书写竖画咯，从上按压一下，接着往下走，写竖画。接下来又有一笔横画，这一笔横画我要让它成为字里的主笔，所以就把它拉长书写吧。从左侧起笔，然后往右侧拉，在最尾端的地方轻轻的压一下，让它压回，制造主笔的效果。接着我们就写下方的竖画。接下来我们再书写横、折，勾起的位置要比左侧的竖画来得低一些。接着我们再写两笔的横画，这两笔横画在书写的时候让它略靠上方一点，延伸横画当主笔，亲字在书写上就会更加的好看。每一个字都要有主笔，试着去做做看吧。第四个要跟你分享的是相同结构体左小右大，要把左边的结构部件写小一点，右边的结构部件写大一点。我们来看画面上方的两个零字，第一个零字左边的结构跟右边的结构看起来是一样大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零字，右边的零字左边的结构比较小，右边的结构比较大，看起来哪一个书写效果比较好呢？答案应该是右边的书写效果吧。所以我们在处理相同结构体的时候，记得要把左边这一侧的结构体写小一点，右边这一侧的结构体让它略大一些哦。我来示范一下书写的详细步骤给大家看。首先，先下一笔为上扬的横画，接着我们要写竖画咯。我们会从上而下书写竖画。这笔竖画你就不要书写得太长，因为等一下在右侧我们要再书写一个更大一点的木字。接着我们就书写撇画咯，从这边撇下来，接着再书写点画。当这些笔画被书写之后，这边被切割了非常多的空间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把之前告诉你的均间概念再拉回来，应用在这个地方，让这几块空间被切分的大致均等。左边的木比较小，接着我们在书写右边的木时，就要让它记得稍大一点哦。那么我们就在这笔横画的下方起笔下一笔的横画。接着我们要书写竖画咯，竖画的高度可以比这笔竖画的高度更高一点，从这里从上接着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下撇画咯，从这边可以做一点点穿插进去这一块空间，去补一下这块空间的空白。接着我们要写捺画咯，捺画是零字的主笔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要把捺画长长的拉长书写，所以我们从这边起笔捺，接着往外慢慢的延伸捺画，让它成为字里的主笔。第五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写字方法是横画要有长有短，除了字中的这笔主笔要拉长，字里面的横画也要有长短上面的差异。我们用画面上的这个画字做说明，这笔横画拉长是主笔，
接下来的下面横画这一笔比较短，接着这笔比较长，最下面这一笔跟上面差不多长，用这样子长长短短的横画去制造字体里面笔画书写的变化性。来示范给大家看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个位置书写横，接着折，在这边你可以制造一个内收的角度。接着我们写横画咯，这笔横画是主笔，所以让它拉长书写。结尾的时候停顿一下。接着我们再书写横画咯，这笔横画可以跟上面的横折宽度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再写下一笔横画，下一笔横画要让它再略长一点，所以起笔左移，然后超过上方横画一点就停。接下来我们写竖画咯，我们就按一下，从上而下书写一笔笔直的竖画。接下来要再书写下一笔的横画了，下一笔的横画要再拉长一点，那么同样的方式我们就再做一遍吧。把横画放在这边，稍微起笔外移一点，接着书写，超过上方横画之后再停止。接下来我们要再书写下方的田了。田字的宽度我们可以抓跟这一笔横画差不多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写竖，接着横到这一笔横画的宽度结束的位置就跟着转折。这个田部的书写让它稍微上大下小，类似像口部结构的书写概念。接着再写中间的一笔横画，接着我们对着上方的竖画这里往下切，接着再写一笔的横画。接下来是最后一笔横画咯，最后一笔横画的长度我们可以抓跟上方的横画的书写的长度一样长，再轻轻压回。画字示范完毕了，书写上的小细节也都告诉你了，赶快去试试看吧。理解是一回事，真正做到又是一回事。理解跟做到中间那一段差距，就是要用练习来补足，所以记得找机会自己写写看。第6个部分，我要跟你分享的写字方法是笔画之间要避让。我用画面上的思字来跟你做分享。诗这个字，左侧是齐，右侧是金。左侧的齐，它在书写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？这个现象就是左侧笔画的书写长度是正常的，但是右侧笔画的书写状态有点特别。在这个地方不约而同的停止。如果我把这些点整个串接起来，那么就成为了一道隐形的墙。齐字的右侧笔画停止在隐形墙前。那我们再来看金这个部件咯。金这个部件左侧的笔画也停止在隐形墙之前。用诗这个字，我要跟大家带入的就是隐形墙的概念。左右2个部件在拼凑成字体的时候，要调整一下位于内侧的笔画，要把内侧的笔画缩短，部件才好拼凑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在书写诗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：先写一笔的横画到隐形墙前停，接着再写一笔的竖画。接下来第3笔竖画要比第2笔竖画略高些，中间平均分配笔画。接着左侧的部分横画可以延伸，但是到右侧的部分隐形墙前就要停。接着我们再写一笔的撇画，接下来我们再写一笔的点画。左边部分处理完毕了，接下来处理右侧的部分。右侧的部分要写的是金，我们先写一笔的撇画，接着我们再写一笔的竖撇，竖撇到隐形墙前停。接下来我们再写横画咯，横画从这边往上书写。接着我们要再写竖画咯，这一块空间复制到这边，所以这2块空间要差不多。那么竖画就在这边从上往下切一笔的竖画，那么金字就可以轻松书写完成了。
书写的世界真的很有趣。如果想把字写好，那么细节一定要注意。如果你想了解写字的入门心法，那么15日美字养成班已经有280位学员加入，给予课程满满的好评。君令诚挚邀请你一起加入。如果你想要更强效版的升级课程，更加高效、更加快速的改变字体，那么邀请你直接进入1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学习。你会学会空间的技术，你会知道笔画摆放的关键，你会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这个笔画要摆这里？为什么这个字要这样写才美？背后的原因原来是这个。课程连结在下方留言栏处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。君令每次都在想，一部长长的影片到底有谁会看到最后呢？如果连一部10几分钟的影片都没有耐心看完，那么你怎么有办法忍受为了写好字，不断的付出时间努力和重复的去打磨笔画呢？你想要快，但偏偏任何事想要有成就都快不得。哪一件事情不是需要时间去累积力量呢？差别只在于，如果你用对方法，你就不会白费力气，还可以成长进步得更快，得到了更多的成就感，你就会有力量继续前进，不会经常的想要放弃。谁是那个在戏棚下站得久的人呢？假使你现在是50岁，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是几岁，我是说，假如你是50岁，现在开始用正确的方法学习，那么10年后60岁时，你还继续在练着，写了10年，字怎么可能不美呢？你会想，10年真的很久啊。但是你想想哦，如果你只是坐在这里想，都不去行动，都不去开始，等到你60岁的时候，你还是以前那个你，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的你。选择成为一个停滞不前的你，还是一个继续成长的你？你可以想想我说的话哦。所以不论梦想是什么，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。频道中有许多免费的影片，都能够帮助大家做很好的练习哦。看完现在这部影片后，我会推荐你另外一支影片，我放在片尾。影片的名字是让你的字体爆炸美。那部影片已经有40万的观看次数，获得大家满满的好评哦。请问大家这集影片你有收获吗？如果你有，请在下方留言栏处留言我有收获。不论是写字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，都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咯。如果你在写字上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在留言栏处提出讨论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